到底折叠机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是不是真的是未来的趋势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Samsung 刚推出的新折叠机种 Galaxy Z Flip 4， 还有 Galaxy Z Fold 4。那我特别会提到这个是一个第4代的机种，因为说真的，其实折叠机在当年刚上市的时候，我当时也以为或许这只会是一个短暂的热潮，因为以当年来说呢，他们的价格偏高，然后在实际的应用上面也没有非常多的应用程式会特别针对这种界面去设计。那如果说消费者族群没有持续的跟进的话，它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厂商不断的投入更大的资金去开发这个市场。那上一代的 Galaxy Z Flip 3还有 Z Fold 3来讲，是我第一次使用折叠机。那其实当时已经改变了我对折叠机种的一个偏见。那我觉得很多跨时代的产品呢，就算你一开始有偏见，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实际的去上手体验它跟使用它，那才能真正的了解说你先前既有的偏见是否正确。那 Flip 和 Fold 它们虽然都是折叠机，但是在整体的应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各自有自己针对的市场取向，还有不同的客群，然后去解决现在一般手机应用上有不同的问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然后让人真正去体会到说，这样的折叠机是真正有它存在的必要，绝不只是给人一种 wow moment 或者是一个噱头而已。那这次的更新呢，在这2台里面有几个共同的重点啦。那首先呢，他们2台都支援 IP-X8 等级的防水，市面上唯2支援防水的折叠机种。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里面的处理器，这次提升到了一个新世代的4奈米处理器，不光只是更强效而已，在各自的机型上面呢，也因为这个处理器，他们衍生出更多更实用的功能，而大大改善了使用者的体验。那等于是从心脏开始向外延伸的一个整体式的进步。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讲这一台 Galaxy Z Flip 4。那新的处理器呢，他们当然带来了非常多的进步啊。那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感的就是在它的省效上面，然后再加上他们这次又增大的电池容量，来到3700毫安时，所以双方面的加强来增强它的实际使用续航力。那这一点也是上一代有很多人提到稍微不足的地方。那它的内萤幕呢，一样是6.7寸的大萤幕，最高的更新率还是支援到了120Hz。边框的设计上呢，比前一代又更加的窄。那这个部分呢，你实际上手后是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在这个外萤幕的部分，这次也增加了非常多可以实际去操作的功能。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减少你需要打开手机的次数。那像是你可以直接用封面萤幕来拨打电话啊，来回一些预设的简讯。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前一代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用前面封面萤幕拍照来取景。那请你看这个结构就知道，它前面的封面萤幕跟主镜头是在同个方向，所以等于你可以用这一台手机上面最好的镜头来进行自拍。那这次呢，在拍摄预览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全部的构图跟取景，点2下就可以让它全部显示出来。这个功能不论是你要拍照或是录影都可以支援。那这次还多了人像模式可以使用，这样再搭配这个折叠机的机构，它等于就是一个自带脚架的这种拍摄方式。不管是你要取景啊、自拍啊，或者在外面要拍旅游照的话，都更加的方便。那除了功能上的升级呢，这次在相机里面的感光元件也有一个很大的升级。最有感的部分就是在你在光源不好啊，还有夜拍的时候，它很明显的比上一代进步了不少。除了你在夜拍的时候，它等待的秒数已经向下缩减之外呢，你在实际上的成像也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那它在摄影部分，它也有多了这个自动取景的功能，它会在超广角镜头里面所可以涵盖的范围里面，自动去跟随你锁定要拍摄的人物。那这次最远可以锁定到5公尺远的距离，然后最多可以对焦到10个人。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平常拍影片啊，或者是你可能在拍小孩的时候，他们常常动来动去的时候，用这种自动取景的方式来拍摄是非常的方便。那在实质的应用上，这样的折叠机构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方便？那这一次呢，他们有加入更多第三方的 App， 像是 Instagram、Facebook、YouTube 还有 WhatsApp， 他们都有为了这个折叠机构去开发出更多实用的使用界面。那我们来举例一个很实用的使用方式啊，像你平常 Instagram 可能要拍限动，不管你是镜头对着自己或者是对着别人在拍摄的时候，当你进入要拍摄限动的画面，直接把它折起来，那它就会把你要看的这个取景的地方移动到上面的萤幕。那下面还是有一些功能啊、滤镜什么可以让你随时去调配。那这种时候，如果你架在前面当成脚架的话，你相机就可以对着自己或者对着自己想要拍摄的角度直接进行拍摄。那你同时又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取景。那或是另外一个应用方式，像是 Flex Mode， 你可以在它折起来之后，让手机进入一个你在下萤幕把它变成像是一个轨迹板啊，或者你可以直接在下面做一些操控。那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用手在下萤幕直接去触控，还有操作这个滑鼠的指标，所以非常的方便。那这种时候对很多人觉得说，萤幕折起来好像上萤幕不太好去触控的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那再来呢，我们来讲这次 Galaxy Z Fold 4的更新。那首先呢，最大的重点也是在它的处理器里面。那刚有提到这次使用这个新世代4奈米处理器，也为大家可能在 Fold 这个系列上面先前最爱用的多工模式带来更多的便利性。那另外还有在电池容量维持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能还有续航力也会向上提升。那首先在外观上面，你一拿起来，在打开之前就可以看到它在外面的边框相比上一代窄了
非常多。那这样带来的好处，除了视觉上面比较好看之外呢，在你实际使用上，它的外萤幕的比例也接近一般手机的比例，所以这样任何应用啊，用任何 App 的时候，感觉起来会更自然。那另外在它转轴的地方，这次有做得更轻薄了，那这样对整体的手机重量有带来一些减轻。那在你打开之后呢，里面配置了7.6寸的大萤幕。第一个应该会注意到，就是它内萤幕所隐藏的前置镜头，这一次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在哪里了。然后把前一代就有的沉浸式萤幕下镜头升级到了2.0，基本上你一般使用肉眼根本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个地方。那我相信很多人买 Fold 都是为了这个全萤幕的使用体验啊，那这样使用起来感觉又更加的完整。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它在多工上面非常的有感，这其实也是因为搭配这个处理器升级之外，它在内部界面上面也做了一些进步。那首先呢，你在开多重视窗的时候，你一样是可以开到3个多重视窗，就这样你可能在上面你分割的视窗要看影片啊，下面同时有你的 email 啊，跟有你的笔记本在使用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方便。那另外我会非常喜欢就这次多出了这个 taskbar 的这个功能吼，你把它想象成就是在一般电脑上面下面有看到的这一排工具列，那它下面这一排可以显示就是你想要预设在上面的 app， 那甚至是它在右边有一个空间是会把你最近进来常使用的 app 也摆在上面，所以你可以非常快速的在每一个 app 之间去做切换。然后当然受惠于这个处理器，它在切换上面是毫无延迟的。如果你今天是习惯使用这种多工分割画面的人，你也可以把2到3个这个多工分割画面储存在这个 taskbar 下面。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生产力上面的工作有固定几个 app 是喜欢共同一起使用的话，你就把它储存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之间快速的切换。这个方面的使用就真的完全展现出来这个新处理器的强度，因为你是同时开启3个 app 在一个画面里面。那就像我刚才看在这个手表的介绍啊，那同时下面又在做设定，那另一边我又做了 Instagram 的限动的相机开启，那它都是可以同时使用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taskbar 加上这个多工萤幕分割啊，那这个在生产力上面的表现是一般手机上绝对没有办法达到的体验。那我知道很多 Fold 的用户选择这个机型，就是因为想要这种2合1手机加平板的体验。那如果再搭配支援的 S Pen 一起使用的话，基本上是整个平板的功能都已经包含在这只手机里面了。那另外呢，它在折叠机构下面还是会有 Flex 模式的出来后，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你在一些 App， 比如说你把它折起来的时候，它在下面的萤幕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轨迹板，或者做一些快速设定啊，调整萤幕亮度、音量的地方。这种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去使用上面的萤幕，像是一个笔电的这种方式。那同时啊，你还是可以开启键盘啊，直接用一般小笔电的方式去打字。所以算是对这种多工啊、生产力上面的使用，给大家各种不一样的选择，让你去用它。那再来我们来讲到这次的相机啊，那它在主镜头的地方升级到了5000万画素。那3相机的组合呢，基本上跟 S22 系列是一样的。那所以感光元件的升级呢，带来的一样就是在低光源啊，或者在夜拍上面的进步。然后呢，再加上它这个特殊的折叠机的形式，一样等于是自带脚架，方便自拍、方便拍旅游啊，或者拍影片等等。那如果你就是想用这只手机上面最好的镜头来进行自拍的话，你就直接打开，然后可以用外萤幕来进行取景。但除了自拍方便之外，你今天如果在帮别人拍照的时候，它是内外萤幕同时会显示构图。那像有一些女孩子觉得说男朋友拍照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男友一样可以看到他的取景，那你一样可以看到他现在拍摄的角度，那这样就减少来来回回的沟通啊，那他也看不到你到底在拍摄什么。那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如果你不是有这种折叠机构的话，基本上也办不到。那我们刚刚在 Flip 4上面有提到它这个折叠优化的模式，那在 Fold 4上面一样是有，那一样是像我刚提到这些社群媒体的 App， 他们都可以用这种折叠之后有不同的模式来使用它，他们会有不同的界面。那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当你在拍照的时候，你一折起来的时候，它就自动上面变成取景啊，然后左边看到你现在拍摄的照片是什么，那在右边呢，你就可以在这些拍照的部分进行设定。那如果当你今天换成长焦镜头垂直拍摄的时候，它左边这个萤幕也会变成帮助你取景的部分。那这样你在拍摄长焦照片的时候，你就不单单只是可以看到你现在拍摄的什么地方，那左边这个萤幕也会帮助你清楚的知道说你现在镜头要往什么方向移，可以达到更好的取景。所以我觉得这种整体使用界面上面的整合，都会让你在实际上手之后发现说，这个折叠机真的是有它的意义存在。那现在来到了第4个世代的折叠手机，我必须说，如果你有实际上手体验过的话，应该很难不去承认说这个就是未来行动装置会走到的方向之一。那从这个技术刚开始问世后，我相信厂商必须投入远高于一般手机的开发成本。那如果去看这个成本效益，或许到了现在这一代都还没有真正的回本。但是也因为他们愿意这样继续的投入，我们才可以在现在看到这种真正打破传统的革命性使用方式。那我觉得 Z Flip 4不只是把一个6.7寸的萤幕折成一个一半的体积方便携带，它还应用它的折叠机构创造出更多实用的拍摄
摄方式。那在封面荧幕上面增加了功能性，也大大减少了你需要打开手机的理由。然而呢，在 Fold 4上面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当年的智慧型手机呢，能改变人类的使用习惯，变成主流。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它可以把先前很多装置分开完成的事情集合在单一装置上面。而 Fold 系列，我觉得它一直以来的概念就是把手机跟平板结合在一起，但搭配了这一次新世代的处理器，它在效能上面的进步，然后再配合这一次在实际生产力多工上面使用的界面，更能让使用者体会到，不用多带一台平板的这种方便性。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今天看折叠机，你对它的期待或者你的出发点是说，它可以把你现在习惯使用手机的体积缩小成一半，方便携带，或是你在平常手机或是行动装置应用上，你就是有这种生产力的需求，需要带到2个装置的人，我都蛮建议你可以亲自上手体验看看这种新世代的应用方式。那或许你也会觉得这样的折叠机其实会更适合你。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你们对这2台机器有预购需求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让大家可以去参考咯。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